这些年我在看关系问题的时候，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他是不是自恋？他是不是人格有问题？以前我也会顺着这个方向去分析，但后来我慢慢发现，如果你真的想判断一段关系是不是还有修复的可能，有一个指标比自恋、控制欲强、脾气差都要重要的多，那就是他愿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很多人对自恋型人格的理解都停留在几个表面特征上，比如很自我、爱表现、需要被宠爱、听不得批评。这些特征确实存在，但我后来发现，毁掉一段关系的往往不是这些性格标签，而是这个人出了问题却从来不站在负责的位置上。这里我想特别说一句，我见过很多关系里的当事人都会说，他其实有道歉，但我后来越来越确定，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说对不起，而在于他的道歉连着什么。很多人的对不起后面跟着的永远是解释、转移、淡化。他说对不起，但心里已经准备好了下一句，可是你也有问题。很多人给我讲对话过程的时候，我听着都很熟，几乎都是同一个模式。你在说事情，他在说你的感受；你在讲事实，他在讲你的态度。讲到最后，你反而怀疑自己，我是不是太敏感？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？每次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都会一紧，因为这并不是你想多了，而是你被绕晕了。我觉得一个人如果长期不站在负责的位置上，那么这段关系几乎不可能真正变好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一个人在反思两个人的问题，你一个人在修补，对方在原地不动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，我想帮你理清楚。承担责任不等于情绪崩溃，不等于自责痛苦。一个真正负责的人不一定天天愧疚，但他一定会做到这几件事儿。他说清楚自己做了什么，理解这件事给你造成什么影响，接受后果，在行为上持续调整。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，那不管他说多少次我很难受，都不是负责。我知道很多人在听到这里的时候，心里都会有一个声音，那我是不是该走了？我不会替你做决定，但我会告诉你一个事实，一段关系能不能被修复，不是看你多努力，而是看对方有没有这个能力。如果你现在问我什么是关系里最重要的底层条件，我的答案很简单，不是爱得多深，不是付出多少，不是忍了多久，而是这个人出了问题，敢不敢站出来负责？如果没有，那问题真的不在你身上，而在于这段关系本身缺少一个可以变好的基础。这是我的一些想法，你觉得呢？